林少，我说过，我刚回国，家里管得严，这种酒店住着不舒服。文瑶，只要你愿意，我明儿就给你买套别墅。别墅？我家在澄江路的宅子，花园就比这酒店大。我是个骗子，我最喜欢去有钱人家当保姆，这样我就可以跟千金小姐一样住豪宅。只要我能出入豪宅，出门在外，身份就是自己。这要求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的新雇主苏思画跟我同年，人如其名，眉目如画，真像是画里走出来的。你是新来的？小姐好，我叫关文瑶。体弱多病的心脏病患者，父母带着弟弟出国，丢下他自生自灭。这地方以后就是我的大本营了。小姐，我叫关文瑶，跟你同岁，从今天起由我来负责照顾你。我长大了，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了，我只要求你帮我做些好吃的食物。那您可找对人了，做饭是我的长项。小姐特别爱干净，家里的东西一周都不带乱的，能用高科技做到的，小姐从不让我亲手做。小姐，您怎么这么喜欢花啊？看着它们红红绿绿的，心情会变好。小姐，这朵是最艳的，您闻闻。文瑶，我不把你当保姆，我把你当朋友，你以后喊我画画好吗？我还是习惯喊您小姐。我只是想用雇主的千金身份骗男人，可我从不骗雇主。喂，王少啊，我在我家澄江路的别墅呢，刚修剪完花草，累死。晚上去哪儿吃？没米其林3星我可不去。我爸每个月都会转生活费，不多，7到10万美金。小姐，这么多钱？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很多，想办法都花出去。总之，下个月还会有。我买遍了山珍海味，可这钱根本花不完。文瑶，去穿上，我想看你穿漂亮衣服。真好看，有生气，有活力，我看着就高兴。我费力骗男人，也不过是诈几个钱，现在雇主全能满足我，我还出去骗什么人？文瑶，我长这么大，没这么开心过。其实我也一样，我决定了，从此哪儿也不去，我就照顾她一辈子。You've confirmed that her heart is a good match for mine, right? 当我听不懂英文，可他不知道我经常冒充海归千金，英语对我来说手到擒来。It's okay, I can let her die anytime. You've confirmed that her heart is a good match for mine, right? She was an orphan, all alone. No one would care if she died. 从来不知道畏惧是什么的我，刹那间浑身发颤。小姐，燕窝好了，趁热吃。辛苦你了，文瑶，你对我真好。想要我的命，那
就看谁先死。无论在哪里，我都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我不留照片，不留软肋，甚至连一根头发丝都不会给这间屋子留下。对付那些自以为是的男人，我有的是让他们不敢报警的理由。有老婆的，我只要把这些证据寄到他家里，他比我还怕警察。没老婆的，我就告他猥亵、性骚扰。在法律面前，弱势群体永远是我这种无依无靠的小姑娘。Do not look for me, or your secret will be made public. 其实，我有一点点恨他。毕竟，作为一个职业骗子，我无法忍受旁人骗我，尤其是骗我的命。算你命大，我还不想为了你这种人坐牢。再见，花脸死美。原本以为逃出来了，拿了他的钱，这辈子就两清了。可我心底总有一种不安，像是有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今日清晨，城江路别墅区发生重大火灾，火势凶猛，屋内发现一具焦飞遗尸。烧了，真的烧了，那是小姐最重要的东西，她真的死了。关文瑶，苏氏画家的保姆。我不是我放的，我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我只是拿了点钱，我没杀人。关小姐，我们还没提火灾的事，你这么急着辩解干什么？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想放的那把火，竟然真的有人替我放了。谁会杀他？谁会在我走后立刻放火？其实，我一直都怕有这么一天。这些年在外行骗，我在心里模拟过无数次受审的情景，没想到这回真要付诸实践了。我叫关文瑶，20岁，没读过大学，到处打零工。说说吧，你是怎么去苏家应聘的？我在网上看到的招聘信息。这不就是写我的名字吗？无父无母，无家无业，孤身一人，一无所有。关小姐，你觉得这种招聘要求正常吗？正常人看到这一行字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联想到骗局或者陷阱吧？你怎么会选择去应聘呢？警官，符合条件的人怎么会考虑是否被骗呢？毕竟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如果那是一个陷阱，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从一个泥潭掉进另一个泥潭而已，有什么区别吗？那你进入苏家后，看到苏小姐的第一眼是什么感觉？关小姐，以你对苏小姐的了解，你认为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她表面很好。什么叫表面很好？她看上去非常娇弱，脸色总是苍白的，气色极差，就好似一缕青烟，风一吹就会散，令人看一眼就忍不住的去照顾她。她对我的要求很低，买菜、做饭、打理花草，她的衣服、鞋袜，甚至昂贵的包包首饰，她都大方的让我也无偿使用。那时候我觉得她真的是个很好的雇主。
假设我听不懂英文的话，我真的想照顾他一辈子。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查到通话记录，但我亲耳听见了。听见什么了？我听见他跟医生谈话，他说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我的心脏与他的相配。他想要我的心脏，他从一开始就没把我当朋友，我只是他的活体器官容器。活体配型，在家里。警官，换作是你，发现自己精心照顾的雇主正谋划着怎么掏出你的心脏，你会怎么办？什么时候的事儿？乔，3天前，我很生气，也很受伤。我拿他当唯一的依靠，他却想要我的命。所以我那天在他燕窝里下了安眠药，转走了他的钱。但我最终没敢下手烧房子。既然拿了钱，为什么不立刻远走高飞？我拿着钱，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如果他报了警，我就刚好让警察来查清楚这件事。我从小流浪长大，只有他说把我当朋友，我宁可被抓，也不愿意失去他这个朋友。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当面问清楚？我不敢，我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做千金小姐的朋友？我是下等人，我是下等人，活该给人当牛做马。关小姐，职业不分贵贱。你不该这么想。我走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不信你们可以去查监控，能证明我的清白。那场大火把屋子里的一切都弄没了，哪里还有什么监控？关小姐，冷静点。那你知道苏思化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吗？他几乎没有人际关系，至少我照顾他的这半年里，没见过任何人来探望他，他甚至连房门都很少出。他真的很可怜。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出轨了，母亲怀着2胎时发现秘密，受刺激早产，一尸2命。那个阿姨知道他父亲不回来了，经常苛责他，后来甚至把一家老小都搬进来，把小姐当囚徒一样关着，只要不死，他们就能一直领工资。这些都是苏小姐亲口告诉你的？不是，是我偷看了她的日记。她是个感时伤怀的诗人。她说她是断了翅膀的鸟，是不被上天眷顾的倒霉蛋。她说世界很明亮，可有人遮住了她的光；世界很美好，可有人挡住了她的眼；世界很温暖，可有人把她关在冰窖里。我当时边看边哭，我以为没爹没娘的我已经够惨了，没想到我有健康的体魄和自由，他却什么都没有。现在想来，那些日记大概是他故意让我看到的。豪门小姐怎么会缺钱？他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1周试用期过后，他就带我去体检，说是雇主的规矩。我当时理解，怕我有病，可我没想到。等等，你入职1周就体检了，为什么半年后才发现心脏匹配？他要不要休息一会儿？不用，我可以继续说。之所以半年后才发现，是因为我入职的时候很胖。
你那时候多少斤？140斤左右。现在呢？85斤。从我入职那天起，他就不断鼓励我减肥，给我买各种昂贵的瘦身餐、漂亮的裙子，说女孩子就该漂漂亮亮的。我宁可他直接开价买我的心脏，我受不了这种欺骗。没有人像他那样对我好过。可那是为了杀我，全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你心中一定很痛恨他吧？你有了杀他的动机，对吧？证据全被大火烧干净了。苏思化，一个重病缠身、家门都出不了的富家千金，你，一个10几岁就混迹社会、四处流浪的江湖老油条，按照正常逻辑，你觉得是谁的概率更大？不愧是警察，真有2把刷子。您说的有逻辑，但几率更大，并不等于100%。你什么意思？我父母虽不是大富大贵，但教过我，人可以贫穷，不能贫贱。我是初中毕业，但也受过9年业务教育。陈警官，您的意思是，一个受过义务教育的学生进入社会，变坏的概率比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更大。您说苏思化的恶毒只存在于我的嘴里，因为证据被烧了。那么，我的恶毒又存在于哪里？存在于您的心里吗？无凭无据就给人扣上罪恶之人的帽子，您想到您的言行配得上警察这个伟大的职业吗？关小姐，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你刚才说的只是你自己的理解，不是我想表达的。时间差不多了，你可以先回去，但保持手机畅通，我们随时会联系你。好，谢谢。在我来之前，肯定还有别人照顾过苏思化。陈警官，不如你们也找他们聊聊，看看在那座豪宅里，苏思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关小姐，请回一趟警局。关小姐，这是准备去哪里？得看你打算把我带到哪里。陆警官，这次这么急，是有什么新进展吗？警方果然派人盯着我，旁敲侧击了一圈，除了知道他姓陆，那个主审姓陈，什么也没掏出来。关小姐，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快把你请回来吗？不知道。从你离开苏家到苏家起火的这3天，你具体在哪儿？我在酒店里，我一直在等小姐的电话。你们可以查手机定位，那能证明我的位置。手机在你就在吗？3天时间，你真的一步都没离开过酒店，谁能证明？酒店大堂应该有监控吧？你们去查啊！酒店又不是监狱，想出去未必要经过大堂吧？也就是说，这3天你具体干了什么，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对吗？难道我洗澡、睡觉、上厕所都要有人证明吗？这能说明什么？还嘴硬。你自己看，这是什么？你明明想方设法遮住了所有能看到的摄像头。这段视频只有3秒，是一辆路过的私家车行车记录仪拍下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什么？关小姐，你想不到这一幕会被拍下来吧？这能证明什么？这只是个背影。确实只是个背影。那我再问你一次，那天离开苏家后，你就再没回去过，对吗？没有。那你身上的物品也不可能回去，是吧？这个戒指一直戴在身上，没离开过你吧？这只手不属于你吗？手上的戒指也不属于你吗？
不过是个地摊上的小玩意儿，到处都买得到。陈警官，你们不会就凭这个判定我杀人放火吧？视频时间是凌晨0点23分。关小姐，告诉我，这个点你在哪儿？谁能证明？这个点我在酒店睡觉。怎么，睡觉也得拉个人来作证？这一切未免也太巧合了吧？无巧不成书嘛。那不就是没有不在场证明吗？杀人放火的人刚好与你体型一致，刚巧戴着同一款式的戒指，又这么巧跟你一样戴在食指上。审讯是门技术活，反审讯也是。警察的心理施压对我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陈警官，单凭一个背影，一枚随处可见的戒指，就要定我的罪？你们警方办案难道都只靠巧合和猜测吗？关文瑶，你少在这里狡辩！视频里的人跟你身形一模一样，戒指同款同位置，不是你还能是谁？年轻气盛最容易沉不住气，审讯的输赢就看谁先乱了阵脚。身形像，这个城市里跟我身高体重差不多的女人，没有1万也有8000，戒指同款。我昨天还在商场看到3个女生戴着一模一样的，难道她们全是纵火犯？那你告诉我，凌晨0点23分，你到底在哪里？我在酒店睡觉。谁能证明？我一个人住酒店，睡觉难道还要找人围观？陈警官，你晚上睡觉，身边时时刻都有人证明吗？我知道他们手里的东西根本不足以给我定罪，所有的指控都只是基于巧合的推测。如果没有别的证据，我是不是可以申请离开了？关文瑶，你别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就算视频和戒指不能直接定罪，你也是本案最大的嫌疑人。你是最后一个见过苏丝画的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扣留你。其实，我的身材跟小姐的身材已经很接近了。什么意思？这只是我的推测，我怀疑是他在算计我。谁？苏丝画。他用自己的命来陷害你？关文瑶，你这个谎编的也太离谱了。毕竟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先天性心脏病，医生早就断言他撑不了几年。他不能报警，因为他谋划挖我心脏的事一旦曝光，他自己会身败名裂，所以他选了这条路。他故意穿上跟我一样的衣服，戴上同款戒指去泼汽油，就是为了让监控拍下那个模糊的背影。他想让我背上杀人放火的罪名，跟他一起死。得不到我的心脏，他也要拉我做垫背的。无稽之谈！苏丝画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女孩，放火烧房算计你一个保姆，你能不能编个靠谱点的理由？为什么不可能？一个被父母抛弃，在豪宅里囚禁了10年的人，心里早就积满了怨恨。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想拉着我一起下地狱，这不合理吗？你说他要挖你心脏，我们查遍了所有移植机构，甚至查了私人诊所，根本没有苏丝画的相关记录。正规医院不行，他不会找黑诊所。他跟医生打电话时亲口说的，他说我无父无母，死了也没人在意，这不就是他选我的原因吗？心脏移植必须配型，而且活体根本不能捐献心脏。关小姐，这是基本常识。我不懂什么常识，我只知道我亲耳听到他要我的命。你们只觉得我在撒谎，可你们想过没有？一个20岁的女孩听到雇主要杀自己取心脏是什么心情？那你们继续去查呗。你们不能因为这些巧合就给我定罪，法律讲究的是证据，不是你们的主观推测。陈警官，善意提醒一下，根据相关法律，
你们最多扣押我24小时。从我进来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留给你们查清真相的时间不多了。警方最受不了嫌疑人的挑衅，我越是淡定，他们就越会急功利利地想找证据，而越着急，就越容易露出破绽。冷白的墙，刺眼的灯，跟我心里模拟过无数次的场景，分毫不差。关小姐，你别得意太早，即便视频定不了你放火，可别忘了，你转走了苏丝画账户里所有的钱，涉及金额高达几百万美金。你觉得拿了这笔钱，你还能平安无事的走出这扇门吗？果然，绕来绕去还是揪着钱的事不放。之前一直聚焦杀人放火，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哦，陈警官是想说我诈骗，还是盗窃？数百万美金的数额，足够让你在牢里待上一辈子。陈警官，小姐是自愿将银行卡与我的微信绑定的，绑卡需要本人身份证、银行卡信息，还有手机电动码，全程都是他亲手操作，支付密码也是他亲口告诉我。他还嘱咐我想办法把钱都花出去，下个月还会有。在法律上，这属于默许的赠与。民事上的赠与纠纷，只要没有苦主报案，就构不成刑事案件。现在苏丝画已经死了，没有苦主，你们凭什么用这笔钱来定我的罪？怎么，一定要我找律师来才肯放我走吗？还是说你们就想非法拘禁我？与其在这里跟我磨油功，不如去找找新的证据，查查他的通话记录，或者找找真正泼汽油的人。我赢了，这种痛快感比骗到100万美金还要爽。陈队，有苦主报案了，指名道姓要告关文瑶诈骗。这句话像一道惊雷，我预判了所有人的动作，却唯独没料到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苦主。关文瑶，手伸出来！干什么？你们没有证据，凭什么给我上手铐？干什么？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儿，不比我们清楚？放开我！否则我告你暴力执法！你们这是违规操作！骗了那么多人的钱，害人家破人亡，现在苦主找上门了，你还想跑？这才叫暴力执法！你要不要好好瞧瞧？这一掌的力道，仿佛能直接拍碎我的心脏。挣扎没用了，这些警察是真的被我逼疯了。关小姐，咱们换个话题，聊聊你那些被骗的男人们。你真是个聪明人，关小姐，可惜聪明用错了地方。你是怎么想到利用保姆身份诈骗的？你算准了那些寄主的圈子非富即贵，更算准了那些男人好面子，就算被骗了钱，骗了感情，为了名声也不敢报警，对吧？一定是我以前骗过的某个男人，他一定是被我骗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自杀时被警方救了。为了报仇，他终于不要脸面了。他们定不了我纵火，就先用诈骗罪把我扣死，再慢慢找杀人的突破口。哼，你以为他们为了面子不会报警？可你想不到，人一旦到了山穷水尽，连命都快没了的地步，谁还能顾得上什么面子？去见见你的老熟人，走。
你真是个聪明人，关小姐。可惜，聪明用错了地方。你是怎么想到利用保姆身份诈骗的？你算准了那些记主的圈子非富即贵，更算准了那些男人好面子，就算被骗了钱、骗了感情，为了名声也不敢报警，对吧？一定是我以前骗过的某个男人，他一定是被我骗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自杀时被警方救了。为了报仇，他终于不要脸面了。他们定不了我纵火，就先用诈骗罪把我扣死，再慢慢找杀人的突破口。你以为他们为了面子不会报警，可你想不到，人一旦到了山穷水尽，连命都快没了的地步，谁还能顾得上什么面子？去见见你的老熟人，走。关文瑶，好好看看，认认他，也让他好好看看骗了他的人到底是不是。我骗过太多人了，这个男人，我不记得他的样子，但他一定记得我。只要他点头，诈骗罪就板上钉钉。就算我能洗掉纵火嫌疑，这辈子也别想走出警局大门。警官，看照片确实有点像他，但他不是关文瑶。你说什么？你再仔细看看。我认的那双眼，那双眼里的狠劲儿，他没有。他真的不是关文瑶。你看清楚了，怎么可能不是？他就是关文瑶。你提供的照片就是他，你再仔细看看。不对，真的不是。骗我的那个关文瑶笑起来有一颗虎牙，特别明显，他没有。还有，那个关文瑶左胳膊上有个烫伤的疤，我亲眼见过的，他干干净净的，没有。气质也完全不一样。骗我的那个姑娘说话嗲声嗲气的，可这位姑娘，她的眼神太利了，根本不是一个人。到底是谁？说，你到底是谁？书里说，审讯室的输赢看心理状态，审讯者会攻击被审者的防线，但现在陈警官的防线先崩了。其实，心态崩的人不只是他，只是我伪装的好而已。陈警官，我是谁，你不是早就调查清楚了？我是苏思画。你说什么？你是苏思画？那死在火里的是谁？关文瑶呢？关文瑶，他是个大骗子。什么？我把他当做我人生里唯一的救赎，可他呢？他把我当成器官储存器。我没有心脏病，有心脏病的从来都是他关文瑶。苏思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说清楚。我是个病人，精神病人。10岁那年，我就被抛弃了。我是个病人，精神病人。这个诊断是我12岁那年，继母林晚霞带着医生给我下的。这道枷锁锁了我整整8年。别丢下我！
行了，别喊了，老实待着吧。那座豪宅就是我的监狱，我没有自由，只有天气好的时候才允许我在院子里坐半个小时。我每天都在等待那个唯一的机会。可我又必须活着，因为我妈妈留了一大笔遗产，白纸黑字写着，必须等我成年才能继承。假设我没活到成年，遗产全部捐给慈善机构，吴正华和林婉华1分钱都拿不到，所以他们都在等我活到18岁，等我继承遗产后，再以精神病为由，用法定监护人的身份接管所有钱。等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活着的价值。我在那座囚笼里，一天天熬着日子。张阿姨看准了我爸爸不会回来，林晚霞只想要钱，她开始变本加厉地克扣我的生活费。后来，她直接把一家小都接了进来，他们占领了楼下所有的房间，花着我爸爸打来的钱，把我这个主人像囚徒一样关在2楼。孩子还小，不懂事，你跟他计较什么？我就这么熬了8年，从10岁熬到了18岁。我知道，我的成年生日就是我的死期。他们不会让我真的继承遗产，他们只会在我18岁那天让我意外死亡，然后吞掉我妈妈留下的所有财产。我早就看透了这场夺命的棋局，但我无力反抗。18岁生日，难得的晴天，可我只觉得浑身冰冷，像泡在冰水里。我知道我的生命要走到尽头了。小姐，成年快乐！你看，你都长这么大了，以后好日子就在后头呢。8年了，第一次给我准备人吃的东西。这顿饭就是我的断头饭，我累了，只想体体面面、干干净净的走。张阿姨大概觉得孙子吃几口没关系，反正最后死的人是我。可她没想到，那毒药的药性烈得超出了她的想象。当天晚上，那个孩子就没了。是你害死了我的孙兴，我要掐死你！报警啊！让警察查查饭里的毒。他不敢，林晚霞不会保他。警察一查，他谋财害命的真相就会曝光。他得给孙子偿命。我可怜的孙子怎么就走了呢？谁能想到啊，吃饭太急就这么噎死了，他才8岁。多行不义必自毙。我爸爸吴正华大概是被林晚霞的心狠手辣吓到了，他怕出人命惹麻烦，决定给我留条后路。他没动我妈的遗产，而是把钱以我的名义投资到了他的新公司，合同写死，每个月给我7到10万美金的分红。这笔钱只有我能拿，任何人无权挪用。从此以后，他再没联系过我。我们唯一的联系就是每个月那笔准时到账的钱。他用这笔钱买了他的心安，也买了我这条命。所以，在那之后，就一个人住在那座豪宅里。张阿姨一家走了，偌大的豪宅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终于获得了自由。可我一点都不开心。我就像个游魂，生活在这所像鬼屋一样的房子里。我太孤独了，可我又害怕人。过去8年，我见过的所有人都在算计我，都在盼着我死。任何人都可以把我像狗一样关起来。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因为没有靠山而自卑、怯懦。
他只能依附我生活，不敢背叛，不敢伤害。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心陪伴我的人，我哪里想得到，我招来的根本不是一个温顺的保姆，而是一个混迹江湖多年、心狠手辣的惯骗。您好，我是来应聘保姆的，我叫关文瑶。说说你的情况。我父母早亡，在孤儿院长大，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我最擅长做饭，也会打理花簇。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个没见过世面、胆子极小的怂包。我当时甚至觉得，只要我让他跪下，他会毫不犹豫地跪下去，喊我一声主人。我哪里想得到，他的胖是故意增肥用来躲避苦主寻找的，他的怯懦全是演出来的。这个看起来唯唯诺诺的姑娘，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骗人。我更想不到，接下来的半年，他会成为我生命里唯一的光，也会成为把我再次推入地狱的人。小姐，合胃口吗？不合适我再去重做。很好，以后就按这个标准做吧。谢谢小姐。他很懂分寸，我爱干净洗净，他从不乱动我的东西，连走路都轻手轻脚。日常生活能用高科技做到的，他从不让我亲手做。文瑶，花开得真好。小姐，看着它们红红绿绿的，心情会变好。小姐，早安。这是我10岁之后第一次感受到房里有烟火气，原来活着可以这么温暖。我就像一个在黑暗里待太久的人，看到一点点光就拼命想抓住。我以为那是救赎，谁知道那只是骗子最擅长的陷阱。卡里钱很多，随便花。不，小姐，我不要工资，能有个地方住，有口热饭吃，我就知足了。拿着买菜打理家里，剩下的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办法花出去。小姐，女孩子就该漂漂亮亮的，就该被人好好对待。他把钱全花在了我身上，他买了我从没见过的东西，也买回了我对生活的热情。等小姐好了，我带你去逛夜市，吃最辣的烧烤，看最蓝的海。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这么开心过。半年时间，她瘦到了85斤，褪去了婴儿肥，变得明艳漂亮。文瑶，你画的是猫还是老虎啊？是守护小姐的财神爷。我开始觉得活着是件幸运的事，这样的日子我真想过一辈子。我甚至计划好了未来，可就在那一晚，我所有的梦都被他亲手打碎了。那一晚你听到了什么？小姐，我去给你煮壶雪梨水果茶，很快回来。How is the progress? 他以为我听不懂英文，他不知道我妈妈是留洋回来的，我的英语比普通话还要流利。How are the various indicators performing? I've already lost weight, all my health indicators are normal, and I fully meet the requirement surgery. The patching results came back a while ago, and it's a perfect match, so you can rest in peace. As their money, she has plent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a month. She can't spend it all. What about the family members?
Don't worry, her family doesn't care about it all. She's an orphan, all alone. If she dies, she dies, and nobody will care. 原来所有的温暖都是假的，所有的关心都是演的。他接近我，不是因为心疼我，他只是想要我的心脏。我当时坐在那儿，听着他策划怎么挖走我的心脏。你们能想象那种感觉吗？所有的美好都是一场杀人夺命的骗局。小姐，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天，彻底黑了！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信任和渴望，像地震中的水泥盒子，瞬间土崩瓦解。小姐，花花，你怎么了？开门啊！有什么事跟我说好吗？滚！给我滚！原来一切都是假的，我生来就是被抛弃、被囚禁的，我不配获得任何美好。我想和你同归于尽。我能做到的，把大门锁死，窗户封严，然后一把火，将这个禁锢了我一生的囚笼，连同我和他，全部烧掉。求救！我能找谁？谁能救我？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我不信任警察。10岁那年我被张阿姨关起来，我报过警，可你们的人来了，只说是家庭纠纷，劝了几句就走了。他们走后，我换来的是张阿姨遍布家里的毒打和虐待。小姐，我知道你听到了，我不骗你，我是一个骗子。我用保姆身份进豪门，利用雇主的信息圈骗那些花花公子的钱。因为我有病，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我活不过20岁。我来应聘是因为我知道你有钱，我甚至查到了你的体检报告，知道我们配型合工。我确实动过歪心，可是当我真正认识你之后，一切都变了。我想保护你，想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骗过全世界，但我唯独没有骗过你。谎言中包裹着真心，还是真心只是更高明的谎言？你刚刚听到的，其实都是假的。因为你爸爸快死了，癌症晚期。他说林晚霞联系了他，给了一大笔钱。林晚霞让他杀了我，伪造成意外死亡。关文瑶说他故意在电话里提到心脏移植，提到让我死在手术台上，全是为了稳住那个疯女人，为了争取时间保护我。你这个小贱种，你以为你怀了苏家的种就可以母凭子贵了吗？你做梦！既然你妈死了，你也该去陪她。林晚霞这个名字是我一生的噩梦，她害死了我妈，我知道她一直想要我死。小姐，开门吧！如果你死在林晚霞手里，我就真的白活这一场了。你说的都是真的，我关文瑶发誓，刚才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如果有假，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我带你逃走，好不好？如果我要杀你，你锁在屋里根本躲不掉。我的心脏撑不了多久了，我想用最后的力量救救你。没有这串手链，没有这所房子，你也可以好好活着。你妈妈一定希望你自由，而不是一辈子活在恐惧里。真的吗？我真的可以离开这里。看看我从小被抛弃在孤儿院，一身病，可苦难没打死我，我就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好。那些自以为高高尚的人，在我眼里就是一群猪。我挑逗他们，玩弄他们，把他们骗得团团转。走出这所房，天下之大，任你他。应该是玩弄他们的造物主，而不是任人伤害的可怜虫。我信了，
我相信我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你选择了跟他合作？不，我不打算逃走了，我要反击，我要让林婉华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地狱。文瑶，教我怎么变成你那样的人。这里面有林晚霞联系我买用杀你的全部录音，只要你爸爸一走，我们就拿着这些证据让他净身出户。等拿回苏家的钱，我们就离开这里。你去动手术，我去看大海。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有同伴了。你是谁？两只可怜虫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呢？一个命不久矣的心脏病患者，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病娇小姐。你们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现在就由我来送你们一程吧。林晚霞，那个疯女人，她从来就没打算相信关文瑶。你是说林晚霞派了2个杀手？她不仅要我的命，连关文瑶的命她也想要。那一刻，我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绝望。别急，一个一个来。别急，林晚霞说了，等你爸咽气那一刻，再送你上路。正好，老娘还能趁这段时间再找林晚霞要一笔加急费。杀手再厉害，也算不到骗子的逃生本领。去死吧！报警吧，文瑶，我们报警。报了警，我们杀人的事儿就瞒不住了。林晚霞知道杀手死了，会找更狠的人来，到时候我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把尸体埋了，埋在花园里，那里的土松种上花草，没人会发现。文瑶，我帮你，你心脏受不了，你力气小，在旁边待着，别弄脏了手。雨停后，这里就像从来没人来过一样。尸体就埋在院子里，在那些花花草草的下面。带上法医和挖掘工具，立刻赶往现场。文瑶，我们找医生，我们动手术好不好？来不及了。思华，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我这辈子骗了很多人，做了很多错事，唯一不后悔的就是来苏家应聘，遇见了你。小姐，答应我一件事，活下去，替我活下去。这是新的手机，新的电话卡，钱全转进去了。模仿我的语气，记住我的习惯。从明天开始，
你就是关文瑶。不，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傻姑娘，我们2个人总得有一个人好好活下去。我会在这里放一把火，烧光所有的一切。警察会以为死的是苏思化，而你可以带着关文瑶的身份彻底消失。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我的存在一定有我必须活下去的理由。怎么，故事太精彩，各位警官听入迷了？通知分局调2台挖掘机，带上法医，封锁澄江路 A201别墅。停！出东西了！陈队，结果出来了，死者头部有重物撞击痕迹，胸口有42处刺伤，死者虎口指缝有后剪，是常年用短刀的特征，身体各处都有陈年刀伤，基本可以断定是职业杀手。死因和那女孩说的分毫不差。苏小姐，你的意思是，关文瑶一个病入膏肓的心脏病患者，独自完成了杀人埋尸，你全程没有参与？也并不是毫无参与，我同意了他的操作。埋尸的时候是我在旁边看着风，没让路过的人发现。说来奇怪，我被张阿姨虐待了那么多年，报了无数次警，你们没人管。现在豪宅烧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死人，倒让你们如此兴师动众。早知如此，我真该早点放那把火。苏思化，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我们办案讲证据，不是听你讲故事。单凭你这些话，我们一个字都不会信。警官呐，我拿了东家的钱，怎么会谋杀？我孙子是吃太快噎死的，跟我没关系呀。你看看，我们哪敢关着他？是他有病，有精神病，有暴力倾向。我们好心照顾他8年，他怎么能反过来咬我们一口？真是个白眼狼！天地良心啊，警官！我承认我破坏了苏家的感情，可那是我和老吴青梅竹马，他妈一尸2命是命不好。我们从没亏待过思化，每个月给他几10万人民币的分红，我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无稽之谈，我有病吗？他是个精神病患，我是他法定的监护人，就算他继承了钱，最后不还得我支配？我至于为了这个去杀人？警官，他有抑郁症、暴躁症、被害妄想症，他说的话全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他。果然全都是这一套词。他们的口供出奇的一致。苏小姐，如果没有铁证，法律只能认定你有精神疾病。所有的实质性证据都被那场大火吞噬了，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全成了灰。证据呢？证据呢？那个张阿姨和李晚霞口径一致，全推给精神病。警官，我是苏思化的唯一合法监护人，现在我可以带我的孩子回家了吗？林女士，案件还在调查中，法律上他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警官，你们不能扣留一个病人。画画，你爸在国外刚断气，现在我是你唯一的监护人，也是你那些红利的代管人。国外的医疗条件好，妈妈带你去国外治病，好不好？好啊，妈妈去哪我就去哪。陈队，就这么让他们走了？这分明是羊入虎口。没有证据，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阻止监护人带走被监护人。别怕，画画，以后我们母女俩好好过日子。祝贺你，苏小姐，你康复了。谢谢医生。太好了，画画，你终于康复了。我是苏思化，我可以堂堂正正活在阳光下了。这张画是我刻意留下的，保姆与小姐。可惜，那一刻再也不存在了。拿着钱永远消失，别让我再看见你这张脸。可我不愿意了，我喜欢苏思化这个身份，还有她名下的资产。我就知道你这喂不饱的狼，
看清楚，这是老吴死前留下的 DNA 鉴定，只要我把这东西往警局一送，你这个冒牌杀手就得吃枪，而我只是个认错人的可怜母亲。林女士，你很多年没见苏丝画了，对吧？那你是不是也没仔细看这份报告的结果？其实是亲子关系同步。不可能，老吴的血液样本。你以为在那栋住了20年的房子里，我想换掉一点血液样本有多难？从你把我带出国的那一刻，你就走进了我挖好的坟墓。接下来轮到我送你上路了，继母大人。你到底想要什么？钱我都给你了。钱？苏丝画名下的红利、房产、信托基金，哪一样不比你给的那张支票厚实？林晚霞，你很多年没见苏丝画了，对吧？你甚至没发现，你带出来的这个女儿，连瞳孔的颜色都不同。你要干什么？救命！继母大人，我会对外宣布你因为痛失爱夫，郁郁寡欢。很快林晚霞就死了，买凶杀人的代价是把自己送进坟墓。妈妈，我要妈妈！你是坏人，你害死了妈妈！小弟弟，别急，以后我就是你唯一的监护人，我会像你妈妈照顾我那样，好好照顾你。我手里已经有4条命了：林晚霞、吴振华、女杀手，还有那个真正的苏丝画。其实同样的戒指，我还亲手戴在了关文瑶的食指上。食指上的戒指代表着渴望爱情。文瑶，我们理应拥有生存以外更高级的东西。关文瑶骗了一辈子人，却不明白骗钱只是最低级的诈骗，欺骗人的感情，骗走人的心，才是真正的高端骗局。它可以让人即使是去死，也依然能感到幸福。陈队，就这么结案了？我总觉得那个苏丝画哪里不对。他是法律承认的受害者，是唯一的继承人。我们没有证据，所以关文瑶在泼汽油、烧房子、引火自焚时，才能那般淡定自若吧。我是苏丝画。